哎，发生啥事了？我寻思啥也没干。他的钻头形态转换，逆风之下原地境界大突破，化形泰坦钻头龙。大家好，我是皮斯曼，留下你的赞，很高兴又在这个周末相见了。你放假了吗？久等了吧？时钟对应咒39集第一部分更新了，这集几乎是全程战斗充满高难，讲述了外圈双泰坦对付巨型变种赤索，在得以激活之下又出现一个，其展现的实力异常强大，仅2个回合便将泰坦影响他的钻头打得难以站立起来。由此使其钻头不得不离开他的钻头，而后他的钻头开启逆形态，将要逆转。请带着这些大致内容与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为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属于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，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他的钻头和泰坦影响在基地外部与巨型变种赤索的遭遇战，他们在相互配合间，经过了几场的较量下，仍然无法拿下击败这个守关大将，其强韧程度已经是超模的存在。回到本集，开幕便是泰坦影响对阵巨型变种赤索，从身后的环境以及对比上集的泰坦站位来看，有了一些改变，说明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些许的时间跳跃。对比后面他的电视在徒步行走时与上集结束场景一致，说明主线剧情依然没有任何的推动，但至少可以看出内部与外部的战斗是在同时进行的，这是情理必然。所以外界这里站位不同，应该有着时间流逝，但并不多，只是片刻，甚至可以当成是衔接的。这也就是此前我们在预告中提出的为什么女泰坦、铅笔等泰坦没有前来帮助双泰坦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架正在打着。如果从后面的泰坦电视负伤行走时来对比一下进度条，甚至此时女泰坦铅笔的传送阵都没打开，而泰坦电视还在对付冲来的机械赤索，泰坦监控依然。我们继续，泰坦影响一斧一炮再一斧3连攻击，被巨型变种赤索右臂摆开，随后蓄力3秒的投币攻击接上。泰坦影响的近战物的攻击对巨型变种赤索的效果不大，他打算振臂一呼，从而脱开回到空中，打算使用精神攻击。随着高功率音响轰鸣，周遭的空气好似受到了挤压般跃动了起来，形成了道道环形空气波纹向巨型变种赤索而去。面对这股威压，巨型变种赤索仿佛背上有一座大山压着似的，无法站立起来。在此情形下，他的影响见机会到了，顿时收起声波攻击，举起斧头配合喷气加力猛地一挥，这手劈斩使出。巨型变种赤索因受力过大导致半截入土，此时地板出现龟裂，他的钻头从地底发起攻击，一拳又将其怼了出来。但纵使这般组合攻击下，巨型变种赤索依然煞色没有，由此不得不佩服他的钢盔10分的安全，可见有一顶安全盔的重要性。但钻头从地底显现，在嘶叫一声后继续与变种赤索缠斗，双方的打斗有来有回，巨型变种赤索摘下双锯对抗他的钻头双钻，片刻间依然分不出胜负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这时他的影响加入，一个忽略飞到巨型变种赤索上方，向其投了2颗滚烫的币。由于他双手都在与他的钻头扳手腕无法抵抗，不出意外命中了，导致身体下倾来了个独龙钻心，顿时5毛特效番茄爆闪，枝叶横飞，这太疯狂了。他的钻头为其做完了清理工作，而后他的影响惬意坐下，飞出6个白音响，环绕在了巨型变种赤索身旁。顿时巨型变种赤索仿佛看到了家中的泰来，耳边道道临行前的嘱托涌上心头。他依稀记得家中传唱的小曲儿，但此时却被这些音响发出的声音完全盖过。他癫狂，他不服，但他无能为力。在这贴脸声波的冲击下，他不得不低头。他的钻头打算给他来个痛快，以此来告慰他3集的陪伴。只见他的钻头轻轻抚过他的额头，并开始追忆往昔，对其吐露心声。在片刻之后，巨型变种赤索化为了齑粉，随风飘散，淋了盒饭。估计他的钻头嫌他飘得不够散，于是嘶叫一声，帮助其快速沉归大地。泰坦响也过来安抚着他的钻头，不过这个画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看起来很像20集他的钻头摸他的影响，同样是摸头抠弹几下，只不过角色互换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难缠的守关大将可算解决了，他凭一己之力拦住了双泰坦3级之久，显然已经足够强大。不过他们的战斗并未结束，还有个更强大的守关大将等着他们了。只见某厨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拿捏了泰坦影响的腿，并很快头身向后用力一抛，顿时掀起了巨大的烟尘。吃了这一击的泰坦影响转头望去，是一个新的单位。同时回收预告图，这个单位胸前写着动妖，又是一个编号级赤索，刚刚动2才下线，属于是动妖光束上班。他的胸前还有着类似合金的部件，不知道具不具备实际作用。其次他的肩甲、臂甲应有尽有，再配上这体型颇有一种力量感。他的长相与生化危机中的追踪者类似，介于在此之前28集也曾出现过类似舔舐
使者的参考，不排除这个单位也有着参考其中的可能。它带着编号出现，且目前出现的编号单位有1、2、3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知道是不是有10个这样的编号单位。假设是的话，那目前动妖出现，动2阵亡，3、6、7、8、9、10号对应会议桌上的几人，就剩4、5尚未出现了。如果这俩不是话痨角色的话，你说会不会是未来的守关大将呢？这很难猜测。目前来看，剧情确实是这样走的。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猜想，可以提提哦。见更具重量级的单位出现，他的钻头立刻张开胸甲，从内部搅拌机中伸出2道锁链，扎在了动妖的背板上。不过这锁链的样子与之前他的钻头使用的不一样，相比之下还是感觉以前的链子更加粗壮夯实一些，现在这个就显得比较廉价。他的钻头固定好链锁后拖拽动妖，以此来阻止他继续打击他的影响。但意外发生了，身为联盟最具力量感的他的钻头面对这个单位却展现了一种无力。无论他如何向后拖拽，动妖就站在原地寸步未动。我想除了力量的原因外，或许也与他的钻头此时的状态有关。他早已过了新手保护期，且先与他的电视再加上先前的动2交战中，自身的状态或多或少有了残损，不再是巅峰时期的他了，所以不排除是这个可能。随后如我们预告猜测一致，他无法拖动面前的人后使用嘴炮攻击，动妖转身则是展开了能量盾抵挡，而后他伸出的左手可以看到他的掌心拥有某种能量发射的洞口，也就是掌炮。随着这玩意啾的蓄能声后，再砰的一声发射，他的钻头因此被中断了输出，但并没有倒退，因为锁链是相互连接的，有着一个定点装位动妖，所以没有飞出去。但此处有一个明显的细节错误，在动妖转身时可以看到固定它的2根锁链卷在一边了，而在下个镜头后就变样了，变成了左右2边了。难道导演在拍这一幕时重复卡了很多次，因为反复插拔导致左右换乱呢？不得而知，也不排除是物理触碰问题导致才使用下侧的可能。这样的问题在后面扔泰坦钻头也能看到。在泰坦钻头吃了一炮后，他联想在后方爬了起来，动妖则是将2根链锁取下，并开始反拖拽他的钻头，直接将其甩了出去，并同时让他的影响跳了个手。可能动妖打算1传2才这样做的吧。但看到他的影响躲开了，他很快便以相反方向将泰坦钻头抛了出去，顿时化身为一颗泰坦铁球砸中了大山。而后他的影响声波拉怪，导致仇恨转移。不过在镜头切过来时，似乎有多余的2帧滞留，这应该不是镜头的切镜，因为这2帧有着明显的定格感，倒像是画面相机在移动时的关键帧上没有对齐导致。不过正常来看，除了闪了一下没有大的影响。随后动妖转身掌炮送上，好在他的影响躲避了。这里似乎也存在一个动画错误，发射的子弹在消失前曲折了一下，换了个位置的他的影响开启了核心冲击。这核心冲击看起来10分的粗大，一度超过了核心本身的大小，甚至盖过了他的影响的身体。这怎么感觉又是个动画错误呢？这道能量在击中动妖盾牌上时，大小又正常了似的。而在下一幕动妖在使用掌炮反击时，从盾牌上看明显还在持续核心攻击，镜头切过去却没有了。我想这里出现的问题依然还是以前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穿帮问题，因为是逐帧查看，所以可能发现的多些。提出这些漏洞问题并不是找茬以及炫耀啥的，只是希望这个作品能够更加完美。我们继续，动妖这一炮没有将他能响击落，他打算使用右手，里面伸出了某种触手缠绕住了他能响的脚丫子，顿时他能响就像风筝似的极力飞行，尝试摆脱控制。不过动妖再次补上了一发掌炮命中之后，同时用力一扯，导致他能响坠落下来。这股压迫感感觉他是那么的超模，2个泰坦还不够他打似的。他逐步靠向他的影响，只见数个白影响飞来，产生音波荡起烟尘，想要阻止动摇的靠近，但好似霸体一般的动摇对产生的音波毫无反应。对着这个没有耳朵的单位显然是没用，虽说没有产生精神干扰，但音波的冲击下也让动摇的脚步变慢了些许。可能先前拉仇恨时也是声波驱动的身体，如果是精神干扰，应该是头线动而不是身体前倾。他很想扬起了斧子弹琴，但依然无济于事。现在看动摇简直就是在音波沐浴似的，他很想不得不将其放在一旁，打算用双枪来蒙蒙答案。镜头换到他的钻头，他被扔进了大山之中，此刻的状态已经无法站立起身，身体局部的部件仿佛要崩溃了似的，剧烈的震动和摩擦发出了嘎嘎作响的声音。但他不能就此倒下，很快支撑好身体后，从后方掏出了一颗球，嘣的一下放在了地面。首席钻头
头从中走了出来。很明显，在刚刚的对战中，他也受到了一些波及。下楼梯时奇怪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，感觉差点就要摔倒了似的。他一下来就开始与泰坦钻头交流。对于泰坦影响目前的处境，他表示无能为力。此刻的泰坦钻头状态低下，自身难保，能站起来都难说，更别提继续战斗了。已经不再是巅峰状态，那么要改变这样的处境，就需要泰坦钻头必须掏出底牌了，那就是之前提到的转换形态。首席钻头没有在这过多久留，直接溜之大吉了。可以看到逃生舱再次跑路，这非常奇怪。刚刚首席钻头出来对话的情节感觉必要性不大，完全可以在驾驶舱完成对话。而后首席钻头为啥走人了呢？对此有几个猜测，可能一，泰坦钻头变形后的躯体差异过大，改变了身体的构造密度，导致没有这颗球的容身之处。可能二，变形后的泰坦钻头具备了单独作战的能力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完全体泰坦单位，从而不再需要首席钻头的从旁辅助。可能三，这个灵魂体转换形态可能是一次性用品，在融入这副躯壳后便无法再转移身体，且可能还有着时效，转换后就不能再变回老样子，效用结束后就会死去这样，亦或是前两个的可能，而不再需要首席钻头。无论是哪种可能都仅为猜测，目前还需要更多的展示来考究。随后泰坦钻头的胸甲红光开始高亮，高墙之上的铝炭的铅笔听到了动静望了过来，正在打机械赤裸的泰坦监控也是如此。此时泰坦钻头的整个身体被一圈龙卷风似的能量包裹，很快一双传说级大翅膀从中伸出，两只爪爪从里面显现，明显感觉是兽化了。变化的过程没有展示多少就结束了。动摇的仇恨还在泰坦影响身上，从其身上冒出的火焰以及外泄的电流来看，省略了若干的交战情节，如纸糊般的新手保护器光速退去。泰坦钻头见状，手臂上的某种推进装置转速骤然加快，随后一拳抡出，击中了正转向看过来的动摇，顿时这股大力使其直接飞出了几里地。不过这里的泰坦影响和泰坦钻头怎么没了？同时砸穿了高墙，露出了个大洞，原来里面的材质缩水了，竟然是砖砌的。不得不说，化形前和化形后的区别真大，从死活拉不动变成了一拳超人，一度让动摇一路飞到了泰坦电视面前。对于这一幕，他显然是看呆了，走得好好的，竟然出现个倒下的敌人拦路，这还是头一次。他四下打望，看到了泰坦钻头人，准确的说，泰坦钻头龙形态。从描述中可以得知是龙。随着龙泰坦钻头进入高墙内部后，最后回收了预告图，他的脚果然长出来了。他看到了被打歪嘴的动摇还没下线，顿时振翅高飞，嘶叫一声，将要触发处决动画。本集完，最后一幕也能看到泰坦钻头口中的齿轮组件不见了，他的身体构造迎来了全新的改变，从以各种钻头和齿轮为主题，兽化为了能翱翔天空的龙，弥补了化形前无法飞行的短板，极大的增强了机动性，还浑身充满了尖锐的东西，一股寒芒如芒在背。不过泰坦钻头此时的状态堪忧，根据 Dom Studio 透露，表述的很保守，此时的泰坦钻头似乎还处于失控状态，还不能妥善控制自身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首席钻头跑路的原因。可能在这个状态下，他会释放自己的野性，导致无法分清敌友，不排除他也会同时攻击联盟成员的可能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